好，来看看今天我狼给大伙带来的是来自于一个横版非常优秀的过关游戏啊，叫做 Journey 大冒险，也叫强尼啊。咱们就什么 Journey 什么 Tony 什么你完蛋了 Tony 之类的啊，反正叫什么尼的，咱们就是这个名字啊，都是音译的。然后呢，这个游戏呢，咱们玩的是一个摊分打法。之前我们做过速通，也做过正常的一命。这个游戏呢，个人感觉还是挺逗的啊，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 Q 版风格。然后呢，咱们这边呢是相当于这个一个打分的玩法。这个横版游戏呢，因为表面看起来是没有歪轴了啊，所以说呢，基本上画面倒是挺好看。但是呢，没有歪轴，咱们就只能说，对吧？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但事实上呢，你包括咱们像玩那个三个奇迹的那个陆战片，其实跟这个感觉也挺好。但是那个陆战片也比这个要发达一点，因为它有很多的视角，比如说有上层、下层和还有这种重力关系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基本上你看，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动作版的合金弹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拿这个溜溜球，还能踩人。这个 Journey 呢，就是这个小逼崽子啊。你就感觉难道就是他吧，对吧？好，感谢我们的有房有车哥啊，一手大金卡。这里面咱们所谓的这个打分啊，倒没有说怎么样。这个游戏的声音怎么那么小呢？感觉怪怪的啊。把右边写上，强尼大冒险一命打分啊。当然这个打分不是纯摊分，它时间没那么长。大概呢是也就半个小时。你看这种打分方式呢，就是对吧？利用自己的 A， 然后呢来打对方的这个飞刀，基本上来自于这种样子。拿个溜溜球就闯天下了。其实不光溜溜球啊，对吧？咱们还有，你看那个血条下面，咱们还有那个 B。好。我实话实说啊，这个小逼崽子长得像我小时候，我就是这么说，像小时候我们班同学他家邻居，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班同学啊，但是呢是他家邻居，然后平时我们也一起玩，长得确实是像，就是头型像啊，有点飞鞭子，但是呢这个还没有染黄头发，他染的是当时是染的那种红酒色的啊，然后也是一个社会小青年，眼睛挺大，嘴咧的挺大。天天跑游戏厅混，然后呢，这个管小孩要币那种。第一次看摊分，我记得之前我解说过这个，哎，其实谈不上解说，就是陪着大家伙玩，对啊，看一看，以我的痔疮啊，以我的智商，基本上是别扯了。啊，你看那个蓝色的那个家伙，一看就是非常肉的啊，扔手雷。长得像八神啊！他把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傻龙，喜欢下场雨啊，这是太狠了！这里面这水管里面哇哇钻人，一个大雷直接炸飞了啊！炸到飞机上，飞机还要飞走，哎，徒手爬飞机，这个阿汤哥看了都得叫一声内行啊！这就是没招了。他是怎么把溜溜球甩得这么快的？你怕不是看过《火力少年王》，对吧？但是我想说，你如果看过现实生活当中的牛逼的这个啊，基本上你就再见了啊！现实生活中玩溜溜球玩的好的，让你感觉到别闹了，是吧？好，又是这个博士。我为什么要说又呢？我感觉游戏里面的博士啊，大多数都是坏的，咱也不知道为啥。这博士为什么总想毁灭世界呢？谁能告诉我？对吧？无论是那个什么恐龙快打的那个博士，还是合金弹头4里面的博士，还是最经典的那个，对吧？这个洛克人里面的博士，咱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现实中比那火力少年王看了就感觉什么也不是啊，就跟你看那个什么。那个中华小当家，其实如果是按照他的那个做法，也就是夸张了点，但事实上呢，现实生活中的美食啊，你要真说，对吧？往好了做，那基本上你不用想了啊，因为读博太痛苦了。兄弟们，我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觉得什么职业是最苦逼的啊？当然，这里面还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这个。
这个职业问题呢，就是咱们不要考虑他赚的多少啊。你比如说他赚的，肯定会有人说他赚的又少，对吧？然后又苦逼，啊，你不能这么说，对吧？你不能这么说。什么职业就是说就是不想干的啊？你像，如果说是那种殡葬系统的，小的时候，对吧？我舅就给别人开灵车，开这个骨灰存放，对吧？然后遗体暂时保存之类的。你像我郎，那就练了一身胆子大，从小就在殡仪馆，然后看着殡仪馆，听着张震讲鬼故事，没啥事再看个山村老师什么的啊，咒怨什么的。你什么玩意儿？EIEI。好，来，又是这种大冒险的这种感觉啊，一顿踩的话是有额外加分的，连踩的话是连续的加分啊，连踩有连加。这个老鼠怪怪的啊，耍猴。包租公最牛逼，包租公你得有房子呀，对吧？我觉得当医生挺嘚儿的，真的，当医生挺不好的。医生的这个社会地位虽然说挺高，但是当医生真的很苦逼，我实话实说啊。因为如果你在医疗系统里待着，你看啊，尤其是当医生的，对吧？治好病了，也就治好病了，然后有别人又说了，说医院坑，医院黑。虽然说有这种场面，但是有的人宁愿去相信算命的，什么那种，那种啊，然后也不相信医院啊。然后呢，每天面对的都是病人，愁眉苦脸的。有的时候那个病人，对吧？那个没治好，心态不行，还得说医生啊，还有医闹的。好，来4、5彩6、7、8、9，这就属于这种打分，那肯定是碰见这个肯定得多踩2下啊。哎呀，没怎么好好踩啊，少了2下。这又是这种啊，6、7、8、9往回踩，对，7、8、9，牛逼！2个石头这么一起踩的话啊，那肯定是牛逼的啊。2个石头踩的1000封顶了，踩的话1000是封顶。好，这个木姨奶挺可爱的啊，木姨奶长得像忍者神龟呢，就是没有壳啊。我们就说吧，先说不说钱的事儿啊。反正我曾经就觉得医生挺难的，因为我当时我去治病，不是我去治病啊，就是我父亲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场重病，什么病呢？这个糖尿病引发，对吧？因为高糖嘛，然后导致身体不太好，他就并发出一种病，就是叫结核性胸膜炎啊，结核性胸膜炎。跑到那个康安医院，也就是我们这儿的传染病医院，结果呢也治不好，因为他那个抗生素多了吧，打那个抗生素，对吧？又吃什么利辅平啊、比辛辛胺呐、什么之类的，啊，就怎么治也治不好，对吧？好不容易找到适合治的药了，结果呢，你抗生素打多了，就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调制不好，就无限拉肚子，真的啊。然后呢，你要是停了药就不拉，但是你停了药呢，那你结核还治不好，就陷入尴尬了，对吧？就得停抗生素，还得调节肠道菌群，那你病那边又不好，这就很烦。然后呢，结果呢，我天天就给医生施加压力啊。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啊，就是那人家医生不比你专业，我就开始他妈指手画脚了。我说那怎么办？那你治不好，那我们就死了吧，死循环吧。什么之类的啊，然后确实也是，后来呢，确实也是想想啊，都不容易啊。好，这2头大蛇，这个蛇都长得贼可爱啊。这个 boss， 好，这感觉是4条蛇，但是有红蛇，有青蛇，你看。有这个蓝蛇啊，这蛇长得太可爱了啊！对呀，
可是百度上说，对这句话太屌了，对啊，你不信医生，信百度。当然，除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就现在最牛逼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抛开事实不谈啊！操，这句话太屌了啊！抛开事实不谈，那男生就没有一点错吗？啊，操，这句话我现在感觉应该真的，这招太猛了啊！好，其实这个剧情你们看，这是什么地方？万里长城啊！1、2、3、4、5、6、7，哎，没了。刚才 A 了一下，应该是啊。这4下就踩爆了呀！好，这都有隐藏的分数啊。好，还是打飞刀。飞刀它应该是有数的吧？没数啊！你看有数的。这个鸟贼像那个，它这个风格还是有点那种，那叫什么来着？兔八哥那种感觉啊！一过关之后，游，对不对？好，不是，就你们这开始了，你别唠了啊！现在我听说有一个新的游戏，那个游戏叫，就是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讲一个女主播啊，就 Steam 平台里有讲一个女主播，然后你作为她的那个房管和经纪人，还不是什么的，就作为一个房管，然后你去引导她，然后让她去做什么节目。那个游戏叫啥我不知道啊，好多人据说玩完那个游戏，对吧？拉黑了不少主播，就是取关了，把主播取关了啊。那个游戏叫啥来着？我忘记了。好。有的弹幕就不要这个以偏概全啊，那什么职业它都有好的，有好人有坏人。你像干直播的，我狼就是好的对吧？主播。对吧？从来就，对吧？不明示不暗示管大家伙要礼物，啊，你没有钱我也不骗你办卡啊，更没有主动管什么，对吧？番茄哥呀什么之类的啊，要过礼物吧，对吧？是不是？对吧？而且我从来都不那个什么，对吧？我从来都不讲什么黄段子，而且也对吧？也不骂人，对不对？所以说我是一个好的主播。那有不好的主播，对吧？你懂吧？啊。好，我们看看，感觉撇的这个飞针比溜溜球就是没有溜溜球有牌面啊，这没有溜溜球，它得有各种各样的武器，然后飞镖还有雷。咱们把这个就是职业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吧，有的人以偏概全了也不好，咱们也不能说啊，完全说怎么样，就跳过这个话题啊，这事算我错了，好吧？咱们就换一个话题，就刚才我说那个叫什么，叫主播的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咱们作为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叫什么？就是叫阿 P， 然后呢就是指导这个主播，然后这主播呢也有一些黑粉，还有一些喷子过来喷他，然后你可以正确的引导他，你也可以选择让他去看病，你也可以选择让他，对吧？这个有可能会被超管封直播间。反正你就是有高达20-30种结局啊，反正结局也挺多的。好了，这关果然是有点中国风啊！你看啊，又是长城什么的，然后呢打 BOSS 是一条水龙，对吧？一条水龙，这个龙是真的龙啊，这是中国龙，看没看见？这是中国龙啊，这不是那个欧洲西方那种恶龙。主播女孩的重度依赖好像是这个名字，对，叫主播女孩的重度依赖。热血无赖现在不让播了啊，现在直播的时候不让播，有好多游戏都禁了。那热血无赖还有什么使命召唤，有的时候他做的剧情可能涉及到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就那什么了啊。好，第4关，感觉这个真的是Journey大冒险啊。
全世界各地都去。你看，一看这个样子就有点像热带的，对吧？这就是真热带雨林。好，这边可以看到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踩牛逼啊，就连着踩这个涨分儿，这是真的过瘾。这 Johnny 的话有各种超能力啊，你看啊。他撇这个冰的这个，你算是飞镖吗？打中人之后可以冰住，他这个冰哪来的呢？好，还有导弹，还是选择要冰这个匕首啊？你不可能说要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了。这个游戏速通的话，13分钟就完事儿了，最快的速通，最高难度13分钟。好。吃哎，同样的武器吃的话就是2500啊，感觉这底下都是瘴气。第4关的第1部分啊，第2部分，反正是一共就是几部分之后打 BOSS， 最后还是要打博士。对吧？速通视频做了吗？没做。我最开始做的是一命通关，这次做了一个打分。其实打分呢，我个人感觉啊，肯定是跟速通呢是2种方向，都是能一命通关。打分呢就多了一点耐心。其实新手可以看看打分是怎么做的，因为啥呢？因为呢，就是无论是时间方面上还是什么方面上，对吧？你速通咱模仿不了人家的套路。好了，这就是隐藏的。你速通你模仿不了人家套路，但你想一命通关是所有玩家都喜欢要的，对吧？一命通关嘛。然后呢，你可以猥琐一点，速通学不来，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秒杀 BOSS， 不知道怎么去打 BOSS， 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干什么去啊。好，结果现在变成全套了，这个全套居然是撇出去的啊！这是撇出去的全套，这不是他妈的拿全套去打人。啥时候解说诸葛摊分？诸葛摊分3个小时零11分钟，谁能接受得了？这一个摊分啊，游戏厅老板直接上头，而且那个三个多小时的那个视频拿出来之后，就记住了啊，这个基本上这一年基本上都看不完，因为没看到一半睡着了。然后他发现呢，从哪开始看呢？不知道从哪开始看，又从第1关开始看，然后又睡着了，总是看不完啊。这回吃了这个火球，火球方面上啊，其实没什么好说，它就是一个带有一个抛物线的这种攻击的方式了。好，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跟那个3个奇迹的陆战片很像？真的啊，它跟3个奇迹的陆战片真的很像，同样都是过地图，然后对吧？换子弹打 BOSS。但是3个奇迹有那个宠物，咱们可以带各种各样的宠物啊，比如说比如说那个会喷火的，会喷那个冰的。啊，就那种幽灵，反正是挺多的啊。你看上方掉的那个蝙蝠，就感觉跟那个陆战片很像，对不对？哎，这个子弹就是双向攻击了。
有的时候从背后出来的这个兵啊，确实挺难受。好，看这个石头推，1、2踩，有点像 FC 的原始人。其实很多游戏的玩法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啊，就是对吧？你比如说射击类型游戏，就是对吧？就是基本上都非常巧，难免会有一定的这种借鉴行为。对吧？有的，你就包括现在有很多歌不也是吗？啊，就借鉴了嘛，对不对？说的好听点是借鉴，说不好听点就是抄袭嘛，对吧？而你说当年那个周杰伦作曲，周杰伦那个什么歌跟辣妹子就挺像的那个，你这个有时候你不可能会说周杰伦抄袭吧，对吧？他可能他都没听过。但是呢，就说有这个意思。我操，这个去挖，可以看到，来这个魔灵可以分裂啊。这 BOSS 的血管在正下方，可以让你感觉得到。256题，我去。这哥们儿会变形啊，有点东西啊！这不抄夏洛的吗？我觉得最嘚儿的就是那个有何不可，对吧？那有何不可？那个叫什么简单的幸福啊？那不跟那个许嵩那个有何不可一样吗？哎呦我去，这被砸一下没砸死啊！好，死了。哎，还要爆一个箱子啊！10000分 ，BOSS 专属奖励。到目前为止，第4关完事了才44万，所以说这个打分确实不容易啊，对吧？52万了。还有这个石像挺帅啊！好了，石像复活了，这罗马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连着踩1000，勾引过来，打请勾引过来，然后一起踩啊！哎呀，没整好，1、2、3，那俩兵怎么往那儿跑了呢？这个如果是踏死的话，可以多弹一点。哎呦我去，那个兵直接就掉到那个底下那咕嘟泡的那个水里了。还是用兵。太古达人，我这么说吧，我在游戏厅玩过，但是呢，就是没有必玩啊，玩不起，就是还没熟悉他的键位就不玩了。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我玩特务机，按理说应该也挺厉害，但是呢，你得熟悉他那个键位啊，那你2个脚，然后上下左右，还得用手去这种什么的。那个叫什么一武成名是不是？那个就很凶啊！太古达人魔王实行什么？其实我当时看那个游戏，我觉得特别难。有个小孩玩音游，玩那个就一个圆盘那种。一个圆盘，然后从中间往边上发那个音符，然后他搁那种，我操，那个给我看绝了啊，给我看瞎了，我感觉，那个是我感觉看起来就难，真的啊。好，连续雷，这里面这个水
一看就是不能碰啊，就是带酸液的。但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兵为啥没事呢？好，哎呦这钱，1、2、3、4，1、2、3、4，哎，刚才直接踩出1000分了啊！劲乐团难，毕竟它有一个参照的啊。但是你那个游戏，你甚至你都不知道它难在哪儿，你只是看着眼花缭乱。我记得还有个拿鼠标玩的一个音游，那个游戏叫 OSU 是吧？也可以拿鼠标玩，也可以拿那个平板玩，就是拿触屏玩就可以。哎，接着踩，确实牛逼啊！哎呀，2500，同样的子弹这个奖分2500，确实贼实惠啊，对吧？啊，又是雷，这是5个币了都。太古达人要出 PC 版，就是你的意思是一手 PC 版，然后自己买个鼓棒是吗？自己点买个鼓棒，还是说太古达人我们不要鼓棒，用键盘去操作，用键盘或者是用其他的外设去操作，对吧？其实我在想，用摇杆玩劲乐团怎么样？真的啊，摇杆玩劲乐团啊，用摇杆的那个按键啊，不是说非得是用摇杆的按键。好，第5关的第2部分，马上就是，哎，你看又是电梯梗。我跟你说，只要是闯关游戏，这个电梯就没完了，必有电梯。哎，必须的必啊！好，你看这些小怪啊，一个个长得贼可爱啊。这里面这玩意反派也长得可爱，真的是服了，对不对？哇，狼今天的4星又在等待一个有缘人。有缘人4星，大哥你得六飞啊才能到4星呢啊！好，来看看这个，这又是那个什么歌利亚，对吧？泰坦、歌利亚什么的啊，就是这一只眼，对吧？头上单独一个角，然后是一个巨人，也对吧？也是老龙王、老地下城了，对不对？好，他召唤这个石头来砸咱们，除了要躲开他之外呢，咱们还要对吧？躲这个石头。哥布林巨魔，哎呀，换了个头，换了个弹鱼儿啊，这个。然后这回召唤的是泥冰。好了，这个咱们的攻击是8项的啊，看没看见？攻击是8项，这确实屌。你说你去摸一下这个 boss 的头，那 boss 会不会嘣腾出一个烟儿出来？跟你说，对吧？对吧？我已经关在里面1000多年了，我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啊！好，直接打爆，又换头，哎，这换了马龙，马龙，啊，这个龙头召唤什么兄弟们？龙头不召唤了，直接喷火了。我感觉他这个一直在打他的身子，啊，膝盖呀、腿啥的。好，龙头又换头，这真的是换头游戏啊！哎，这换成美杜莎了，我靠！不能看他啊，一看他变石头啊！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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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攻击的时候还得有一个音效，叫 KRAK， 啊，直接10000分箱子，哈哈哈哈！又是救妹子。好了，这回换了个博士头，博士最后的 BOSS 啊！好的，人头分离。大哥，你别打误伤了，我操！把小妹子扎死了。为什么都是在救妹子呢？啊，就不能妹子救个哥哥啥的？喂喂喂喂喂！好，哎呀 ，Thank you， 哎，确实是狠啊 ！A 或者 B 或者 C， 来看看，他选择哪个？哇，金银财宝啊，就是你看你选择哪个地方挖宝了，相当于啊。好，那可以看到啊，最终得分是832000分啊，这个还不错啊。比第2名多了10多万呢，因为他确实这个不光说是他摊的还不像 TAS 那么猛，但是确实呢已经不错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